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李宁的预帅16 V2。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还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之前高帮版本的预帅16，其实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因为它糟糕的外观，没有办法让广大的消费者们心甘情愿的为它买单。而这一双 V2 版本的预帅16，在更换了鞋面材料之后，它的颜值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我在之前 V1 的测评当中就说过了，它那巨大的 logo 是整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败笔，而 V2 版本身上的这个李宁 logo 经过了简化以及修身之后，让整一双鞋都明显协调了不少。V2 版本跟 V1 版本之间在外观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那它在实战方面的变化会不会有它外观方面的变化大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预帅16 V1 就是一双在各方面都十分均衡的团队鞋款，不管是抓地、缓震、反应性、包裹还是支撑等等各方面的表现都在水准之上。而这一次的 V2 版本依旧保持了跟 V1 相同的整体光架，只是在鞋面上面做出了改变。V2 版本的鞋面变化为这一双鞋带来的最大改变，除了颜值之外，就是它包裹舒适度方面的提升。之前的 V1 版本在鞋面的舒适度方面其实并不是特别优秀，在跑动的过程中，鞋面所产生的褶皱会出现明显的硌脚感。而这一次的 V2 改为大面积的 Mono 网纱之后，它在鞋面的舒适度方面有着明显的提升，在跑动的过程中，这一双鞋是不会有硌脚的感觉出现的。而系带系统方面的变化也让这一双鞋在整体的包裹性方面有着那么一点点的提升。不过之前高帮的预帅16在包裹方面的表现就已经是挺不错的了，所以 V2 版本在包裹方面的提升确实是有啊，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不过这一套系带系统让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提升，内侧的飞线是一直延伸至足弓处的，在拉紧鞋带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在足弓方面的支撑是有着进步的。这一双鞋在足弓支撑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起码比高帮版本是要强不少的。担心足弓支撑不行的朋友可以放下心来。在实战方面的提升基本上就只有这3个点，但是它还是有着一些不严重，但是对于穿着体验有一定影响的不足。首先第一点，鞋舌的厚度偏薄，在系紧鞋带之后会有一定的这种勒脚的情况存在，好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在开始实战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第二点，它在鞋楦方面相比较于高帮版本的预帅会略微要窄那么一点，因为内部填充的增加，前掌的鞋楦会感觉到有一定的收窄。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偏宽，那这一双鞋尽量就还是慎选了。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脚型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如果你的脚型偏宽，我还是建议你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购买。预帅16 V2 相比较于 V1 版本的提升，以及 V2 版本在哪一些方面依旧有问题，基本上就是上面这一些了。你要说这2双鞋在实战方面的差距有多大，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整体框架以及中底配置完全相同的2双鞋，想要在实战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差距，那基本上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两者在实战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都是优秀的团队鞋款所应该有的实战水平。如果你对于颜值并不是特别在意，只是想买一双鞋用来打球，那哪一个便宜就买哪个。那当然啊，肯定是 V1 版本在价格方面更加亲民的。但是如果你对于颜值也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一双 V2 版本一定是更好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双鞋在其他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对于 V1 版本的测评，在那一期测评里面已经说的是比较详细的了。这一双鞋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基本上跟 V1 版本没有什么区别，看看高帮版本的测评，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大致的表现了。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依旧是一双十分均衡且十分优秀的团队鞋款，对于打法的适配是非常广的，不管什么打法，不管打哪一个位置，不管是打全场多还是半场多，这一双鞋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因为球鞋内部填充的增加，它在脚型的适配方面并没有 V1 版本那么广，这一双鞋我还是更加推荐窄脚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如果你的脚型偏窄，想要一双性能过硬、各方面都非常均衡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它现在400多的价格，如果单论实战体验，它的性价比肯定
定是比不上高帮的预算16的。是不是要多花这将近200块钱去购买这一双鞋的外观，那就看你自己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